女孩的尸体被卷在床垫里，经过十几个邻居的面前，却无人问津。抬床垫的工人甚至没有怀疑那是一具女尸。更可怕的是，凶手作案时，父亲就在隔壁房间，他却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。可等儿子被捕以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起诉自己的儿子，夺取他的继承权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俄罗斯的沃洛格达市，它位于莫斯科的北方，有30万人口。这是一座连时间都缓慢流逝的地方，整座城市都遍布古老的建筑，走在街上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气息。23岁的阿纳斯塔西亚·卡里莫娃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。她在一个友好、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，父母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。阿纳斯塔西亚爱好运动，还是一名业余的马术运动员。对未来，她也有明确的计划。她的妈妈是一名医生，所以阿纳斯塔西亚的梦想也是一名医生。她目前进入了一家医院里实习，光明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不过，她的男友却与她完全相反。帖木尔·帕斯吉尔纳克维奇与阿纳斯塔西亚认识了快10年了。他27岁，却从来没有工作过，但他的生活却很奢侈，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沃洛格达的传奇人物，一家建筑公司的创始人，是当地有名的富商。因此，帖木尔可能一生都不需要工作。但很不幸的是，在近些年里，由于俄罗斯的经济不景气，他的父亲破产了，公司被清算，负债超过了3000万卢布。不过，帖木尔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住在市中心的豪华公寓里，去乡村别墅度假，从不为生活而发愁。这是因为很多财产都注册在帖木尔的母亲名下，他在经济上支持自己的儿子。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太久。2021年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去世了，留下了几套空荡荡的公寓和孤独的儿子。他虽然与父亲住在一起，但母亲去世后，两人很少说话。帖木尔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，他常常通过发脾气表达心中的不满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女友阿纳斯塔西亚向他提出了分手，他已经不想再继续这种关系了。2021年12月2日，阿纳斯塔西亚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上班，下班后，他遇见了正在等他的帖木尔，他想为挽回女友做最后的努力。阿纳斯塔西亚同意见面了，这可能是他给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毕竟相处了10年。阿纳斯塔西亚没有察觉到危险，上了帖木尔的车，两人来到了切赫夫36号。帖木尔和父亲就住在这里。当两人走进卧室里，争吵几乎立刻就开始了。帖木尔指责女友在人生低谷时抛弃了自己，而阿纳斯塔西亚则嘲笑帖木尔依靠母亲生活，在母亲去世以后却不能振作起来。争吵就这样持续了1个小时。帖木尔的爸爸也住在这间公寓里，两人争吵时，他就在隔壁房间，但没有出面干预。过了一会儿，帖木尔和女友在房间里打了起来，他的父亲依然选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没有出去查看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愤怒的帖木尔拿起了哑铃，砸向了阿纳斯塔西亚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整个房间彻底安静下来。但是他的爸爸却说他不知道，因为当晚没有听见女孩求救的声音。当天晚上，阿纳斯塔西亚的母亲收到了女儿发来的短信，她说今晚会值班，不回家过夜了。这位母亲立刻就察觉到了这不是女儿发来的，因为她的女儿根本不会值夜班。她马上回拨了女儿的电话，但没人接听，从此女儿就失去了联系。在夜幕下，那间公寓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但恐怖的一幕才刚刚开始。阿纳斯塔西亚已经死了。帖木尔从卫生间里端出了第一盆水，他走进卧室，清理地板上的血迹。房间里充满了血腥的味道，为了清理得更干净，端来的水是热的，蒸汽让血腥味更浓了。水也很快就变成了骇人的铁锈色。帖木尔将水倒进了马桶，然后重新再打一盆清水。那晚他在这个仅有100平方米的公寓里反反复复走了几个小时，走廊的地板都潮湿了，而他的父亲就躲在门后的床上，却坚称自己什么异常都没有察觉到。这个夜晚对于阿纳斯塔西亚的父母来说是艰难的，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去哪儿了，但也没有想到会有极端的事情发生。帖木尔开始冷静地思考如何处理尸体，他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。第二天上午，他给物流公司打去了电话，订了一个送货的服务。很快，一辆货车停在了公寓的楼下，还安排了一名搬运工人。在帖木尔的家里，工人看到了一个180厘米长的床垫被粗糙地卷了起来，里面不知道是什么物体，重量约有50公斤，软绵绵的，
形状诡异。他竟然没有检查将要运输的货物，就与 Timur 一同搬起了床垫。他们缓慢地穿过走廊，在1楼停了下来。因为床垫太重，他们需要休息一下。邻居们一个个从旁边经过，看到了奇怪的货物。这个卷起来床垫很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包装，它的形状也很奇怪。但每个人都迅速收回目光，匆匆离开。期间有条宠物狗过来嗅了嗅，它又很快被主人叫走了。可能正常的人不会想到，身边的床垫里竟然有一具女尸吧。经过短暂的休息，提姆尔还检查了一下包装，他们再次抬起了床垫，走出公寓。不过此时有一个人，他好奇地靠近过来，在身后注视着他们。所以从这个细节来推测，卷起来的床垫不是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，而是根本没有人在乎。这才是监控下最可怕的时刻，不是犯罪本身，而是周围的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漠不关心。物流公司将货物运出了小区，此时货车的后面有一辆私家车悄悄地跟了上来。开车的人正是阿纳斯塔西亚的父亲，以他对女儿的了解，根本不相信短信是女儿发的。他的女儿很乖，不会夜不归宿，更不可能停止与家人联系。他知道自己的父亲会整晚地等着他，所以他决定亲自找到自己的女儿。他先去了女儿工作的医院，查看了值夜班的名单，又询问了女儿的朋友，最终找到了贴姆尔的公寓。女儿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男友这里，他将车停在路边，等着女儿或者贴姆尔出来。上午的时候他没有等到女儿，却突然发现贴姆尔叫了一辆货车。他跟踪这辆车出了城区，最终来到了一个村子，叫利西奇纳。这里是一个度假的小村庄，森林环绕，南面有一个美丽的湖泊，距市区20分钟车程。提姆尔将什么运到这里了呢？他不能闯入别墅查看，于是这位父亲回到了公寓，找到了保安，想查看当天上午的监控录像，看看提姆尔究竟运了什么。但是保安以规定为由回绝了，只有警察才有权查看。直到此时，这位父亲才向警方求助，他上报了女儿的失踪，但是阿纳斯塔西亚是成年人，失踪又没有超过24小时，所以警方不能马上开展搜索行动。阿纳斯塔西亚的父亲没有就这样离开，他坚持要求警方查看公寓的监控录像。当时值班的警官叫帕维尔·卡里莫夫，他做了应该做的事，陪同这位父亲调取了监控。于是他们看到了那幅恐怖的画面，提姆尔从公寓里搬出了一个卷起的床垫，那个大小正好可以装下一个人。他们决定一起前往乡村别墅调查这个床垫，但一切都晚了。当天下午13点35分，位于利西奇纳村的别墅燃起了熊熊大火，所有的证据都被烧毁了。当阿纳斯塔西亚的父亲与警员们赶到的时候，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。最终他们在废墟里发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。然而提姆尔此时正心存侥幸，他想将阿纳斯塔西亚的死嫁祸于这场火灾。可惜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刚刚，女孩的父亲和警方已经知道了床垫里的秘密。警官帕维尔立刻驱车赶往公寓，开始收集证据。下午2点，警方在公寓的墙上找到了女孩的生物痕迹，提姆尔被锁定为谋杀案嫌疑人。表面上看，证据是确凿的，在实际审判中，法庭的量刑还要考虑从轻处罚的情节。在母亲去世后，提姆尔存在精神问题，他说自己根本不记得发生了什么。案发时他也控制不了自己，在争吵的过程中，女孩的话又刺激了他，最终导致他情绪崩溃。于是法医对他进行了精神病检查，得出了结论：首先，提姆尔不存在精神病史；其次，他在案发过程中神志是清醒的，甚至在掩盖罪行的时候也是很有条理的。随后，提姆尔的律师又以过失致人死亡提出了减刑上诉，但是法庭经过调查取证，并不支持这个说法。最终，提姆尔被判处了12年刑期，处以罚金200万卢布。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，提姆尔的父亲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债务问题。他去世的妻子留下了很多房产，这可能会对他有帮助，但是他与儿子同为第一继承人，他不能单独出售这些房子。于是他起诉了自己的儿子，因为儿子是一名罪犯，所以要求法庭剥夺儿子的继承权。这位父亲在法庭上低着头，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商人，仿佛他才是被判刑的那个凶手。那一晚，他在隔壁真的什么都没听见吗？还是不想听见？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